中科院这次真是太长脸了。2026年，美国全球无人载具展的中心位，在那场大佬云集的顶级大秀上，全场最扎眼的不是在波音、洛马这样的一线巨头，而是美商 Kratos 展位上的一架挂着派龙架、由台美联手打造的劲风4型无人机。这架无人机在展台上一亮相，那股丧心病狂的气息，就让欧美大厂的 CEO 们集体陷入了沉思。原本它只是一架用来当活靶子的喷气靶机，结果被中科院这帮狠人一改，直接原地飞升成物美价廉的死神。在现场有个细节非常写实的镜头，就是那群欧美厂商排着队去问合作，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刚出山就打败了武林盟主的绝世天才。这个平时躲在深山老林里的中科院，没想到在2026年居然真把全世界的军工审美带偏了。那么有着台湾心脏之称的中科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很多人第一眼看劲风4型会觉得它小，觉得它便宜，觉得它不够高级。但你要知道，在现代消耗战的逻辑里，贵往往是致命的缺点，而便宜且致命才是真正的王道。据悉，劲风4型的单机造价可能只有一枚传统巡航导弹的1/10，但功能却高度重合。中科院这帮人最牛的地方，就是把一架猎物属性的靶机硬生生改造成了猎人。劲风4型1000公里的超长航程， 0.8 马赫的巡航速度，意味着它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切入对手的纵深。最离谱的是那个派龙架模块化设计，它让无人机从一次性耗材变成了多任务杀手。你们试想一下，成千上万架这种小个子铺天盖地而来，你是拦还是不拦？拦吧，防空导弹比它贵几十倍；不拦吧，它机翼下挂的弹药能让你瞬间断舍离。这种让对手割肉都嫌疼的不对称作战逻辑，正是中科院送给世界的台湾特产。而且这种以小博大的战术已经在俄乌战场得到了充分验证。中科院这是将此前的计划变为现实。当然，光有硬体还不够。2026年的中科院还给劲风装上了一个名为 Hellman 的超级大脑，这是引自美商 Shell 的 AI 的顶级边缘计算技术，它让无人机具备了在 GPS 拒绝环境下作战的能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哪怕你把无线电屏蔽，把卫星信号切断，这架飞机依然能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识别目标，然后自主接战。而欧美大厂之所以急着签合约，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中科院不仅能把 AR 玩出花来，还能把它无缝焊在主板上。要知道，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就在中科院的家门口，这种从芯片到弹头的光速响应，美国本土工厂真的羡慕不来。另外，中科院的自主研发也绝不是喊口号。据悉，他们的导弹自制率已经顶到了 95% 以上。这 95% 里，最核心的就是那个红外主动雷达寻标器，那是导弹的眼睛和心脏，能独立研发出这种眼睛的，放眼全球，那都是有资格坐庄的顶级玩家。不过，你以为中科院只是会造导弹吗？在这个神秘单位的背后，其实还藏着一个让全台湾精密工业集体硬化的工业奇迹。在中科院的龙潭院区流传着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笑话，你以为人家是在造马桶，其实人家是在研究能挡住穿甲弹的陶瓷配方。这说的就是卫浴大厂合成通过中科院的技转，他们把陶瓷烧制技术玩成了顶级复合装甲。这种军转民、民通军的战法，让中科院成了台湾工业界真正的护岛神山。在这里，先进技术不是躺在实验室里的论文，而是直接转化为像全讯、和勤这些隐形冠军的订单。中科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喷泉，每年把数百亿的预算喷向全台湾4000多家供货商。这种奶力让台湾在很多精密细分领域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世界前列。而想要维持这种恐怖的输出，靠的一定不是爱，而是实打实的人才策略。中科院对人才的渴望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政策，即全额资助员工去国外读博士，学费全包，薪水照领，年资照算，一个人算下来要砸1400万台币，这哪是上班，这简直就是科研界的全额奖学金战场，实在是太羡慕了。或许哪天你在龙潭的原始森林里遇到的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邻居，其极有可能就是某个导弹导引头的首席架构师。此外，这里的资安管理也极具特色，严苛的像是在防外星人，手机、相机和蓝牙全部由软件远程锁死，进入机敏区就成了原始人。这种环境虽然压抑，但也磨练出了一种极强的实战化思维。用中科院人的话说，就是我们不追求华而不实，我们只追求在第一线好用。这种逻辑在永鹰号高教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有些核心零件外购的价格是天价，而且还要看人脸色。中科院咬咬牙自己搞，最后发现成本只要国外的1/10，性能还更适配。这种被逼出来的研发能力，
让中科院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加持下，拥有了全球最快的迭代速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的中科院已经不再满足于关起门来死嗨，他们正打算用一种更鸡贼的方式参与全球博弈。既然整机销售限制多，那咱们就干脆换个思路，从源头上占领供应链。那么，当中科院的大脑装进全球军火大户的载具里，未来的战争天平会向哪边倾斜？以前我们提到防御，想到的都是买，现在中科院想的是互嵌。什么是互嵌？就是我不卖你整台飞机，我卖你最核心的 AI 模组、最灵敏的传感器和最轻便的副材。2026年，中科院和诺斯罗普、格鲁曼、美商 Crystal 这些巨头的合作，本质上就是这种逻辑。当全球最先进的防空系统里跳动的是一颗中科院研发的心脏，这种战略价值比卖出100架飞机都要大。这种不拼规模、拼不可替代性的战略，是中科院作为中型研发机构的降维打击，也是中科院最聪明的地方。利用台湾近水楼台的半导体产业链，把最先进的5纳米、3纳米芯片直接焊在无人机主板上。这种把硅盾转化为铁盾的响应速度，是隔着太平洋的美国本土工厂永远追不上的。虽然我们在载人战机引擎这种重工业明珠上还有软肋，还在苦苦追赶，但在海空防御和不对称打击这2个命门上，中科院已经拿稳了入场券。特别是那种在 GPS 拒绝环境下的边缘计算作战能力，已经让中科院成了国际军工版图上的一块拼图尖端。2026年的决算报告书揭露，中科院的营收已经稳稳突破1000亿台币大关，这每分钱其实都是在为防卫自主买单。它让外界看到，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，有一群人不仅会造芯片，还会造能保护芯片的盾和能击穿盾的矛。当中科院的科研能量外溢到民间，带动起那几千家中小企业一起卷的时候，这种工业韧性才是最可怕的防线。正如齐立平所说，只有不断的实战反馈才能喂出最好的武器，而中科院就是那个在深山里拿着手术刀和芯片，日复一日雕琢未来的狂想家。好了，大家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对那个只会造马桶的单位有了全新的认知？你们觉得在未来的战争中，是昂贵的隐身战机更能决定胜负，还是成群结队的智能无人机更能改写规则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